排练的过程中，我差点去世，吃了很多饭。最奇怪的就是我跟胖爷的 CP， 于毅的手，爷爷登山，游鱼兑水。介绍一下你前阵的新作品《梦见狮子》和在其中饰演的角色。《梦见狮子》是一部国潮音乐剧，然后我在里面扮演的白斐丽是一个舞台剧制作人，然后他有一个双重人格，另外一个人格叫做若水，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一个人。首演结束后的感受和心情是什么样的？首演结束后的感受就是，第一嗓子哑了，第二感觉灵魂被掏空，然后心情其实还挺开心的，因为首先是成功的把它演完了，然后完成度还比较高，再来就是期待巡演的时候有更好的表现。你是怎样克服两个人格在相互转换时的困难？其实这也是我在演这整部剧里面，在演绎上面最大的难处，因为要做出分别来，其实没有那么难，但是它中间有很多在变的过程中的一些呈现，就是说我现在是白斐丽，然后我3分钟之后是若水，但是这3分钟里我是在白斐丽和若水中间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它其实是有3个阶段的呈现，然后也找了很多老师，就是像大唱歌，然后还有跟导演啊、跟于毅老师都有探讨关于这个转变的问题，然后最后是做了一个还算满意的呈现。在演绎若水时，有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小心思或者是小设计？其实是有的，有向戏曲老师讨教，然后学了一些戏曲的动作加到里面，然后还有一些是虽然有点俗套，比如说像笑声这种，让大家明白已经变完身了的这种呈现。在演出之前有没有看过原著？原著中印象最深的桥段和现场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分别是什么？在演出之前是有看过原著的，现在想想就是他们8年之后在北京街头相遇的那场戏还印象蛮深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就是脑袋里的画面很清晰。然后还有就是在他们家的阁楼里，然后跟他的姥姥姥爷一起吃饭的那个场景还印象挺深的。音乐剧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跟于毅老师的那场火烧山登亭那一场戏，演得很爽，然后歌也很好听。排练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？排练的过程中我差点去世了，因为排练的强度真的很大，然后我们的时间其实比较紧，然后每天信息量很大，然后就脑力和体力都在强有力的消耗，所以吃了很多饭。不愧是你。之前有说于毅老师是话很多的爸爸，是有什么表现吗？因为于毅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热心，然后又很活泼的一个人，当然看起来可能不是，但是在平时生活里真的还挺可爱的。然后他有时候看到他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，他会悄悄过来跟你说，又怕你不高兴，然后又想让你变得更好，然后就悄悄爬过来，我说查，我觉得怎么样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可爱，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。这次出演音乐剧你觉得难吗？音乐剧首先我没想到它的体力消耗那么大，再来就是它对唱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，这是我没想到的，因为当时制片人忽悠我来的时候就说你自信一点就好了，然后我就特别自信的就来了结果发现不是自信就能解决的。接下来还打算继续再出演别的音乐剧吗？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，应该我其实还挺喜欢音乐剧的，但是我可能会先去增强一下体力。音乐剧结束，看见那么多等你的4K，有什么感受吗？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？感受就是大家真是，挺爱我的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那只能说把舞台上的东西表现得更好，然后让他们值回票价，然后也
不虚此行吧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。有去 B 站搜过自己吗？你搜自己是看到最奇奇怪怪的，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有搜过，最奇怪的就是我跟胖爷的 CP， 真的很奇怪，但是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违和的感觉。上一次做客我们超级新生还是2020年，你觉得2021年这一年截止目前，方方面面有哪些进步或者变化吗？我觉得首先性格上会更开朗一点，然后演技上可能有一点点进步吧，面容上也没什么太大变化，冻龄男神。用3个词说说一定要去看《梦见狮子》的理由。双重人格，绝美的舞台，一流的演员。梦见狮子首演谢幕转错了，内心 OS 是什么？内心 OS 是不是先是右边吗？演出的手链是你自己准备的吗？是的。音乐剧巡演你会参加哪些城市？这个到时候就等官宣。热水的酒量可以顶几个流畅木法沙吗？800多个，流畅木法沙等于0。用热水人格安慰一下，因为疫情没能去看现场的 4K 的。人生那么长，总会看到。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？天使兽。为什么长袖 T 恤套短袖 T 恤你不怕热吗？我不怕，这是一种穿搭上的那种小 tips。你知道自己有个弟弟叫流畅木法刹不住吗？没听说。还记得100分钟 vlog 的 flag？ 我已经完成很多了，好吧。粉丝看了你推荐的时光代理人哭疯了，你有被哪一幕感动到吗？我每一集都会哭，不怕说出来丢人，那个东西真的太好哭了。有机会的话，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？为什么？我想去史前文明看一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不是能看见恐龙？在上海那么久，有没有什么当地的美食可以推荐给4K呢？小馄饨。YYDS 可以翻译成哪3种意思？鱼翼的手，爷爷登山，鱿鱼兑水。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白菲力和热水。这个是白菲力，就是每天都不高兴啊。然后这个是我演出穿的衣服的大概的样子。这个是弱水，挑个眉毛，然后每天都过得很潇洒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衣服大概的样子。画的真不错。